小 F 现在只能把这个相机停下，现在烫得很，开了空调，让我的相机降温。上一集呢，跟大家聊了一下，为什么小 F 来了泰国清迈旅居以后呢，一下子身心就变得通透了起来，从而找到了自己内在的一个方向。那你们还没有看过我上一支影片的呢，也务必一定要先收看我上一支的影片哟。好，今天小 F 这支影片呢，就要通过小 F 自己经历过的3个阶段，来跟大家探讨一下有关于在泰国、在清迈旅居以后，我真正的呢有了时间，有了空间，让自我灵性成长的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吃饱喝足以后，你一定会产生思考。之前小 F 开民宿的时候，成群的周末来到小 F 民宿，来清迈打高尔夫的呀，来清迈度假的这些老总们，看着他们忙碌的身子，周一还要赶回到自己的公司集团再去开会。小 F 一直想不明白，人赚这么多钱了，还没有自己的时间，这么忙碌了，为什么还不停下来歇一歇呢？再加上上一支影片，小 F 在影片里面跟大家说明的，只有当自己碰触到人生的一大困难的时候，开始自我思考的时候，你的人生才会真正峰回路转。那就这样呢，小 F 就到了第2阶段，对于各种知识的钻研呀、探索呀，去各种的平台，网络也好，书籍也好，到处去寻找我想要知道的答案。在这个阶段呢，小 F 其实接触到了不少的宗教团体。你们之前有看过小 F 影片的，也知道小 F 之前呢有在一家佛教的大学里面，学泰语也好，教英语也好，就是认识了很多的僧人。那在跟他们的交流，再加上泰国又是一个到处充斥着佛教的这样的一个信仰国家，小 F 慢慢的呢也开始对佛教有了一点小小的认知，再加上小 F 对老子呀、庄子呀、道德经呀都非常的感兴趣。在10几年前呢，小 F 就听过像南怀瑾呀、曾仕强老师对中华文化的一些讲解。其实网络上这类的讲解有很多很多，倪海厦呀，还有我喜欢的蒋勋老师呀，还有各路大神对道德经也好，易经也好，有独到的讲解。那小 F 呢，就是一个非常好奇的人，对一门知识呢只有一种观点，小 F 是不太认可的。所以有时间你尽可能的去各大平台，用各种语言去搜索接下来我要提到的一些名字或者是名词也好。在这里再插播一句因为在小 F 开民宿的期间呢，在泰国呢经常有一些人所谓的传道人士也好，或者是一些教会人员也好，他们呢都会各家各户的来敲门，来传播他们心目中的神。那有关于这样的教会呢，其实如果你们来清迈了以后，也会发现遍地开花，到处都是。小 F 刚开始的时候呢，其实也进入过一些基督教会，参加他们的圣经学习也好，周末的聚会也好，还有很多很多次要与教会里边的同仁一起学习，一起活动。刚开始呢，小 F 也觉得这些人呢都很善良，然后都是露着大大的微笑，然后很开心的会拥抱你呀，会把你看作是他们的兄弟姐妹呀，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那种距离一下子就会在那个场合被打破，就好像是家里人一样。我想每个人的人生阶段一定都会遇见到这样的类似的人，因为在你的人生低落期的时候，你很容易会被一些亲和的人呀，或者是团体里面的人所吸引，因为当下他们展示的一面其实就是你心灵受到创伤最大的一面，急需在那个场合找到可以让你的心灵暂时寄托、暂时得到抚慰的这一群人。所以小 F 再次强调你是什么样的频率，你就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当你的频率调整了以后呢，你又会遇见另外一批的人和事。所以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但是为什么小 F 后来又
放弃了学习了将近差不多快1年左右的圣经呢？也是因为一次巧合，绝对不是巧合，一下子让我看到了人性的另外一面。而当我真正的脱离这样的团体以后呢，那这些人呢就再也没有跟小 F 联系过。但小 F 还是要声明一下呀，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来到你面前的人，全部都是你人生之中一步一步安排好的。现在的小 F 呢，是非常感谢当初带我的这些启蒙老师，如果没有他们的话呢，可能我也不会继续向内探寻自己。那小 F 呢，也不会再继续去搜索各种有关于什么星际呀、外星人呀、扬升呀、宇宙呀、来自于巴夏呀、兰姆沙呀、道瑞呀、赛斯呀的传讯。所以我还是要感谢一下我的启蒙老师哦，没有他们，我的认识，我的世界不会一下子拓展的那么大那么快。再加上泰国清迈又聚集了相当多的教派呀、修行人士，断断续续的呢，小 F 也接触过大学里面同学一身白衣的，看上去像是修行的外国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都有。那带着好奇呢，小 F 也参加过很多类似这样的活动。其实小 F 想要表达的是，当你没有任何的这个心理依托的时候，或者说是当你真正对自己没有信心的时候，没有自信的时候，那这些团体、这些修行人士都会让你产生一种很美好的感觉，自然也会给予你很大的自信心。上支影片小 F 也说了，只是启蒙，千万不要依赖，不要过度的去依赖某一个宗教团体，不要过度的去相信某一个身心灵团体，因为这个世界很迷幻，这个世界如果没有利益权贵，我们的社会也没有等级之分，人和人之间都是平等的。所以小 F 后来才发现，原来自己的独立最重要，任何事你可以独立去面对，任何问题你可以独立去解决。所谓的师傅呀、导师呀，我可以拥有无数个，任何可以说出来一些道的人都可以成为我的老师，哪怕是在镜头前的你，一个平凡人也好，一个普通人也好，只要他的观点跟你是不一致的，你多少都能得到一些认知上的拓展。所以在清迈参加了很多的这样的灵性团体活动以后呢，小 F 乖乖的做着一个人喜欢做的事情。但是小 F 不可否认，有群体的地方能量场一定是很大的。之前小 F 的影片里面呢，也给大家讲述过，我在这样的环境下面产生了这个喜悦的感动也好，突然之间那种另外一个世界打开，所有的这些异样的体验都是短暂的，并不能长久的持续下去。所以唯有找到自己，唯有找到你自己的一种坚定的笃定的力量以后，也见识了各种的人事活动，了解了各派宗教的体系，让自己的知识呢得到扩展，让自己的眼界得到扩展。那你一定不需要所谓的这些导师们，你的导师就是你自己。第3个阶段呢，小 F 也是现在还在持续经历的一个阶段，就是用高我的或者是我们内在灵魂的一种角度来看待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再只用一个我，这个头脑我、角色我来处理问题、看待事物。整个过程走下来，真的花费了好多年的时间。从外在的上面第2点我说的学习各种知识，到自己每天呢会静坐，还有呢我也找到了我自己的一种小方式，就是塔罗牌来看我的心灵世界。从每天晚上做一个梦开始记录，慢慢的发现一个晚上可以做10几个梦，然后记录下来的可能就3、4个。这样一些我早前认知以外的一些经历以后呢，慢慢的开始发现，原来我并不是一个我在这个身子里面，而我呢也不仅仅只用自己的眼睛去看这个世界，用我的耳朵去听各种的声音。其实你的感官可以很拓展，有人可以用耳朵来看东西，也有人用眼睛可以来听音乐。
那小 F 呢，也发现了自己可以跟大自然的树呀、鸟呀、花呀、牛呀来感应到它们的意识，而从中呢，让自己开始慢慢发现，哇，原来这个世界真的不只是我所认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可以拓展的有非常多非常多，只要你克服自己的恐惧。其实我自己经历的呢，要远比我现在能表达的要多很多。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内在的力量也好，正是因为小 F 找到了内在的这一种力量，所以呢，我也不会太担心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一些问题，因为对我来说都还没有发生呢，你干嘛害怕，干嘛担心呢？那有人也会问了，那万一怎么办？好吧，问这些问题的就是还没有找到自己内在的力量，你对现在目前的生活还是不满意的，所以你会有很多类似于以前小 F 产生的这些问题。知识积累只能武装我们的头脑，却无法开发我们的灵性，因为一切的知识都是工具，它只会导向技术或者是产品，与我们的智慧无关。而我们内在真正的力量，起初我们会通过艺术呀、宗教呀、哲学上的思考呀，来带出我们的问题。有了问题，自己想方设法的去寻找，那个时候各路大神都会齐奔向你，来帮助你找寻到自己内在的灵性，从而产生智慧上的觉悟哟。这就是小 F 在清迈旅居了近6年后呢，收获到的最大的领悟。所以你不需依赖导师也好，一个人也好，一个群体也好，保持自己内心的真诚，你就会真实体验到这种灵性的力量，找到自己内在属于你个人、属于你内在的别人拿不走的这种内心的力量。好吧，相信你看完小 F 这2支影片的你，一定会对自己的内在的恐惧会少一丢丢。好，那我们下支视频见哟，拜拜。